RGB 是电脑 DIY 区一直绕不开的话题，它不但能给电脑带来炫酷的外观，还能让性能提升3%。一提到 RGB 控制软件，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华硕的神光同步、微星的神秘之光、技嘉的 RGB Fusion， 也就是你经常在各类 PC 硬件包装盒上看到的这些标志。当然，很多机电散品牌和外设品牌也有自己的软件，还有一些小众玩家才知道的 Single 的 RGB 和 Open RGB。但是今天要给大家聊的是海盗船的 iCUE。当你不考虑性价比，一心想装一台属于自己的 RGB 电脑的时候，往往会听到神光同步这个词。不得不说 ，ROG 的宣发真的很到位。但是在我们熟悉的另一个厂商海盗船，也有自家成熟且强大的中控软件，它就是 iCUE。之所以称它为中控软件，是因为它跟其他软件一样，不只有灯光调控的功能。得益于自家生态的完善，大到机箱电源散热器，小到内存风扇、小灯板，水冷可以根据冷却液的温度去动态调整冷排风扇的转速，这是大多 AIO 厂商所做不到的。再加上之前收购的公司 Elgato、Stream Deck 产品，可以说是让 iCUE 的操作更上了一层楼。毕竟在整个圈内，软件能用的就那么几家，对吧？今天这套测试平台基本上是海盗船家的各个顶级配件：机箱5000T、水冷 H150i 精英 LCD 版、内存统治者 DDR4 版本、风扇3颗机箱自带的 LL 扇，还有7把 MF120 精英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海盗船 LC100 极光版，然后是普普通通亮机主板 Z590 超神，其他硬件和本期视频关联不大，就不介绍了。从官网上下载好软件之后，完成安装，自动识别自家所有硬件。当然，它还支持其他品牌的主板和部分照明家居品牌，例如知名奇光板生产商 Nanoleaf、飞利浦 HUE 等。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主界面的设备方块，快速进入灯光调节面板。这里拿机箱连接的风扇举例，左边是菜单栏，它可以自动检测我们连接的风扇设备。检测好以后，就可以点下方的菜单设置灯光效果。iCUE 第一个强势的地方在于灯光图层叠加，你可以用多套效果分别叠加在一颗灯珠上，还可以单独设置一个或几个灯珠单独的效果。下面的机箱灯条也是同理。iCUE 的基本灯光设置大概就是这样，但如果你觉得它只能这样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接下来才是 iCUE 的重头戏 Maros。什么是 Maros？ 它是海盗船的设备同步界面，它能按照实际物理摆放位置来做空间映射。摆放好位置之后，只需要点击左边的预设，就可以同步所有设备。它的本质是检测图层后面的颜色，然后把信号送到灯珠，这就实现了整体设备的联动。后面的效果可以是图片、视频，也可以是音频捕捉、桌面捕捉。如果说是视频的话，岂不是可以这么玩？其实模拟摆放功能并不是 iCUE 一家独有，第三方软件，例如之前提到的 Single 的 RGB 等软件也是拥有的，但对新手来说就不是这么友好，需要自己制作模型。例如我们的这把风扇就是有灯珠点不亮，对比海盗船这边，只要是自家设备，控制器接上灯光设备就能简单控制。当然，这拥有的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是它略微的溢价和略高的 CPU 性能占用。正如我标题所说，为什么这台电脑它只能发光？是因为在选题之初，我只想展示它的灯光效果，就塞了一颗赛扬 G5905进去。没有想到一个灯光软件就吃了这么多的性能，随便开一点软件都能把这颗赛扬送走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像我这么极端，用一个正常 i5-10400的话，占用还是会低很多的。现在的灯光品牌中，海盗船并不是灯光设备做的最优秀的。经常玩灯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，这一期视频我并没有用到联力的尼彩线，也没有用到华硕的太阳神，更没有用到知奇的皇家级。是因为他们的设备做的不够优秀吗？并不是。你们可以去众多关号视频下面看一眼，跟 RGB 相关的真的是一片骂声。尼彩线的灯珠很多，但是自家软件却不能好好的把多路通道用到极致。1、2代的时候，甚至海鲜市场有第三方做了联力转接海盗船控制盒的方案。现在已经不是几年前厂商和厂商之间人无我有的状态了，而是人有我优。
一个产品不只是把实物做好就可以了，背后的软件适配也是产品的一个部分。我相信绝大多数品牌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但是目前能做好的，我只看到了海盗船一家。DIY 市场有竞争，玩家才能买到更好的产品。希望其他品牌早日完善自家软件。好的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作为正式转为科技区的第一期，如果有说错的地方，欢迎评论区指出。无论这个系列有无意义，都是我做内容的最大动力。希望我们下期再见。但对新手来说就不是那么的友好，需要自己制作模型，那个线穿了，这里。什么时候穿的？不知道，我刚刚才发现。然后我们可能要看一下前面几段。